欢迎来到 Yabu Kart。今天我们要回顾的是一场2023在 Preseason 2的一场个人赛。那这场个人赛是32强的 C 组，那很戏剧性的产生了一个加赛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加赛是怎么产生的。这一场单挑赛的内容是由打 V 崔胜贤对上 Joker 金珠英金竹勇。这一场8人抢分赛其实相对其他组别是比较没那么竞争的。那选手有 Scout 崔智赫、定李明仔、裴成斌、Face、金志宏、打 V 崔胜贤、漏的尹正贤、Joker 金珠英，还有贤秀、Parkyung Soo 贤秀。那如果职业选手一定会保送4强的话，那李明仔、裴成斌、贤秀是一定会进到前4。那剩下的一个名额，可能就会是金珠英还有崔胜贤这2位会比其他剩下的3位还要来的经验比较多一些。比赛进行到第7张地图的时候，目前的分数是由裴成斌、李明仔还有贤秀给占据前3。那第4名的位置呢，就会有其他剩下的10几分到20分的选手进行抢夺。那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总分排名的话，前4名会来到裴成斌、贤秀、李明仔还有金珠英 Joker， 崔胜贤拿 B， 还有第6名的 Faze 15分。从这边可以去做一个分数上的判断，这场比赛的前3名基本已经定下来，剩下的重点在于说谁才能去抢夺到这个第4名的位置。目前金珠英是领先第5名的崔胜贤5分的差距。那我们从个人赛的分数排名上去观察的话，崔胜贤要超过金珠英大于等于5分，才会有机会进到第4名晋级，或是说如果他刚好大于金珠英5分的话，他就可以跟金珠英进行一场加赛。那我们看到5分的差距，比如说像是金珠英在第8，崔胜贤在第4，就会有5分的差距。所以对崔胜贤来说，等一下的地图他可以跑多前面就跑多前面，但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金珠英也必须在够后面的位置，他才有机会去做翻盘。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8个赛道，是贤秀选的沙漠水渠。这一张地图的起跑一开始，崔胜贤是掉在第7的位置。那前面领跑的是 Face Scout 还有 Joker， 是崔胜贤非常不想看到的一个场面。在第2圈的前段的时候，崔胜贤此时还落在第7名的位置，但是经过这一个摸湾区的时候，崔胜贤透过一个尾流来到了前3。因为前面提到5分差距的这个因素，假设崔胜贤拿到第1名的话是10分，那金珠英会必须拿到5分，也就是第3名以下的排名，那崔胜贤就会有机遇得到一个翻盘。这边裴成斌透过一个尾流卡了一下，让崔胜贤掉到下面，但崔胜贤这边做了一个360，非常快速的，能不能在最后再透过一个尾流来到第1名的位置？那最后他成功了，而且最后金珠英上到了第3名，这导致说他们刚刚的那5分的差距就由这一场完全的补足，并且以2个位居第4名的这个排名即将进行一场加赛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场单挑赛吧，是 WKC 巴西赛道，是这一场的32强的第1张地图。靠头，起跑。这边崔胜贤是抢到了一个领跑的位置，有一个骗气，这边必须 1.5 颗气，扭2下。金珠英尾流爆发，抢到领跑位置。这边捷径会不会出现一些冲突？并没有。崔胜贤这边尾流爆在草丛上面是比较亏的。金珠英往右防了一下，哇！金珠英这边往外线做拖了一下，想要去攻击一下崔胜贤。哎呦，金珠英这边这个操作比较像是跑一的凹车，但是它的结果跟凹车不太一样，反而是想要把崔胜贤去撞到外线。这边崔胜贤还没有去爆尾流，经过这个草丛区拉近距离就可以去爆尾流。后飘拉近，
2颗气。下一个尾流也一开始抱在草丛，但这边应该可以做到一个超车，压了一个双甩，把金珠鹰压在内线，我又往内夹了一下。在季前赛的这种在脱漂的时候撞到障碍物这种事情是会掉气的，但刚刚那边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补气点，所以其实是还好。直走过掉了崔胜贤，但是崔胜贤那边尾流反爆，金珠鹰的下一个尾流应该时机会很不错，到这个捷径区领先优势，崔胜贤在反爆尾流。金珠鹰这边卡了一下崔胜贤的路线，知道崔胜贤必须去做补气。这边崔胜贤在尾流爆发，从外线过掉了金珠鹰，气量2个人应该差不多。哦，崔胜贤这边做了一个开气停，这个开气停感觉不是很明智。哎呀，他这个开气停的时机稍微有一点不好，也不能说是他错，因为刚刚那个时机等于说是在直线的道路上，那即将要进行一个左弯，整个赛道它有左弯右弯的时候，选手的车身当然也会跟着这一些赛道有一些往左往右的，可能要做顺势，可能要做甩尾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是前方的选手，你会是比较难去找到对方的车头的。这一边来说，崔胜贤应该没有那么难去找到金珠鹰的车头，因为他们的距离本身已经蛮近了。再来看一次好了。对，这个崔胜贤一定可以看到金珠鹰的车头。哎呦，这个停车，我认为应该是崔胜贤的失误，应该并不是金珠鹰他主动去把这个停车给躲掉的。而且这个停车其实也很致命啊！那这个停车他没有停到之后，他是从金珠鹰的右边给滑开来。那滑开来的这个结果，导致说他现在连一个尾流距离都没办法跟进。哇！我刚刚回放的时候看到一个关键啊，这边崔胜贤他不只是停车停歪了，他停歪了之后，他当然可以反应的过来，然后立刻继续，当然他反应很快，然后立刻继续行驶。但是刚刚有一个关键是，崔胜贤在这个停车要停掉的那一瞬间哦，这边你看右下角，金珠鹰马上尾流爆发了。那在此时此刻啊，是一个突然有一个人往后缓速，突然有一个人往前加速的状态。那这边离终点只剩下4个弯了。那对崔胜贤来说，这个停车没有停好，就等于是把自己葬送在了巴西，把自己葬送在了异乡。最后这一场单挑赛就送给了金珠鹰。那很巧的2个人刚好都坐在隔壁，进行了一波握手寒暄。金珠鹰很开心的跟台下的 Sensation 的队友，跟金英泰、林勋还有小胖，我做到了，我总算进到16强了，队友也很为他开心。所以从最后这个停车来讲的话，我会认为崔胜贤这场比赛主要是输在自己这个失误的停车。如果这个停车是有停到的，或是说他并没有选择停车的话，靠接下来的路线或是尾流，还是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但也不得不说，这2个选手虽然当时并没有在职业队伍里面，但是他们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厚。这导致说在8人赛或是在单挑赛上面，这场单挑赛上面都可以看到一些经验的发挥。从刚刚的沙漠水渠可以看到崔胜贤的求生意志是非常非常强烈。在 Z 弯的部分，他有一个很快的360操作，那接着在一个很棒的位置爆发了尾流，抢到第1名。那在单挑赛的部分，虽然说他最后是输了，但是也可以在这个比赛中看到他的主动，去了解到他对于比赛的胜利是非常的渴求。虽然说在单挑的经验上还是金珠鹰略胜一筹，但我想崔胜贤也是尽力了。这是一场很好看的比赛。这一场32强的 C 组，虽然说阵容并没有那么的精华，但是比赛内容确实是非常好看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赛事回顾啦。如果有什么比赛想要我回顾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。这里是 Yabu Kart， 拜拜。